韩国倾向于美国，背后对中国玩战略模糊，我们如何应对才是关键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福田少。近日，随着韩国与北方兄弟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，尹锡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执政压力。这种情况还是在他本人的国内民意支持率极低的状态下出现的。尹锡悦原本的对朝政策就是以强硬而著称，但是等到双方不断进行导弹试射，或用发射炮弹进行示威之后，他似乎又发现依赖美国解决半岛危机根本就不靠谱。于是尹锡悦开始向中国喊话，要求在遏制朝鲜核野心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力。尹锡悦的原话是：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北京应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国有能力影响朝鲜，中国有责任参与这一进程。他还强调，朝鲜半岛无核化符合中国的利益。尹锡悦甚至警告说，如果中国不控制朝鲜，韩国将进行军事集结，向中国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发号施令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尹锡悦是韩国总统，还以为他是地球酋长呢。因为这些话的意思是中国有义务压制朝鲜，如果中国不主动帮助，那么韩国就要用拳头说话了。虽然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，但问题是，中国是韩国能指挥动的吗？尹锡悦的这段话还被解读为澄清首尔与北京的关系，也就是摆脱前任韩国政府对华盛顿和北京所采取的战略模糊，并进一步向美国倾斜，对中国施压，而不是请求中国帮助。这似乎不像是一个受到军事威胁的国家总统所能做的正确的事儿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韩国问题研究主任安德鲁·杨表示，尹锡悦政府认为文在寅对中国的政策过于谨慎和恭敬，并认为需要维护韩国自身的国家利益。所以尹锡悦要求中国尊重韩国的国家利益、安全和经济问题。韩国总统现在似乎忘了自己对中国的利益诉求，因为对中国来说，最重要的并非朝核危机，而是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。而朝鲜本身如何应对韩国的压力，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优先事项。中国与韩国在这方面唯一的共同诉求是保持朝鲜半岛的稳定。中国最多会向朝鲜表示应共同维护东亚地区的战略安全，但不存在美国对盟友所用的压迫式的沟通手段。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尹锡悦对中国的这次施压呢？首先，它证明了韩国方面对朝鲜的军事威胁，特别是核威胁，几乎无能为力。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又几乎是靠不住的。所以与其说尹锡悦是在向中国施压，还不如说韩国对全面依靠美国的失望。其次，尹锡悦的言论反而证明了朝鲜对于中国的东北亚安全战略非常重要。中国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，但前提是美国要放弃对朝鲜的打压，韩国也不能敌对朝鲜。尹锡悦的表现证明他自己在外交政策方面还非常幼稚。其实不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有多大，影响半岛安全的关键还在韩国自己。一边执行对朝鲜的强硬政策，甚至以美军不断进行大规模演习，一边又说朝鲜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军事压力，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。最后，中国对尹锡悦的失态也需要有足够的大度。美国想让中国与韩国发生争吵，在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况下，中国就越要有耐心倾听韩国方面的想法，同时与朝鲜进行必要的沟通。在这个时候，美国的对朝施压不管用，韩国的强硬也只会适得其反。中国还是需要通过沟通来建立自己发挥影响力的独特优势。总体而言，尹锡悦仍然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，他面临的国内外的压力越来越大。说错话是正常的，表达意愿的方式不适合也能理解。中国有足够的耐性，因为只要我们与韩国彻底翻脸了，美国就会笑了。我们当然不会让某一些美国的政客如愿以偿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